Hello， 嗨嗨，我是小小，他是肥哥。Hello， 我们住在美丽的印尼，让我们告诉你华人在印尼的日常生活。关注我们的频道，订阅，喜欢的话点个赞，不要忘记分享给朋友看哦。好，各位，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清河塘。为什么再有一个清河塘呢？因为我们刚才去那个就是哥哥的地方，这个呢就是弟弟的。两张兄弟以前对棉兰好有贡献的，故事如何呢？让我们告诉你。我们的历史之旅带我们到棉兰市中心最有标志性的中国风建筑之一，位于荷兰殖民时期棉兰的商业中心格沙湾区。进入这个区域，你会看到一些知名建筑仍然起立，但是最突出的建筑是张阿辉楼，被称为棉兰的历史瑰宝。张阿辉楼建于1895年，拥有2个楼层、35个房间，占地8000平方米。这个建筑被列为历史和文化遗产博物馆。这座建筑融合了中国和马来文化，该结构是在考虑风水原理的情况下建造的。房间位于建筑的四侧，围绕着中心的大型开放式庭园，象征着天堂之景。主楼的1楼前厅是客厅，客厅分为3个厅，主客厅最宽敞，有雕刻的木座和椅子，上面覆盖着非常豪华的大理石，以展示主人的社会地位。客厅布置整齐，墙壁上覆盖着过去张阿辉的照片。在桌子和椅子的不远处，可以看到一个装饰椅子，上面挂着一张张阿辉的大照片。比较小的客厅装饰马来或欧风，专用于迎接特殊客人，例如德里苏丹或荷兰殖民客。卧室里藏着张阿辉和太太的许多故事，这里有一些古老的家具，例如文章、椅子、梳妆台，还有古董床。床是以桃花心木制成的，也有保藏着张阿辉太太的一些丝绸衣服。吃饭厅有几把椅子和长桌，桌子上摆放着整齐的盘子、碗、勺子、叉子等等。长桌是土生华人的传统。这个房子最有趣的房间是2楼的礼拜堂，张阿辉和他的家人在这里祭拜香火和祭品。这个房间看起来像一座小寺庙。2楼的前厅是宴会厅，四面都是大窗户，因此你可以通过这些窗户看到下面的花园和大门。这座房子的几乎所有家具和建筑物都是木质的。张阿辉楼的神秘气非常浓，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座古老的房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正是这种异国风情的印象，使这个地方变得更有趣。张阿辉于1860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名为张洪南，他也被称为张耀轩。
他来自一个贫穷家庭，他还没有完成学业，所以他和哥哥张荣轩在他们家商店帮忙。17岁时，张阿辉来到荷兰东印度苏曼答腊的难民德里。他之所以变得很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与当时的荷兰统治者和德里苏丹以及苏马达拉周边地区的华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张阿辉的业务包括房地产、采矿、银行、铁路、椰子、烟草、茶、橡胶、油种和制糖种植园。1906年，张阿辉和他的哥哥张荣轩与槟城华商张弼士合作，建造了潮州和汕头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由侨民自助和建造的铁路。由于对广东省直山的捐款众多，张氏兄弟获得了中华帝国政府的许多奖项。1911年，张阿辉接替已故的哥哥为华人区长，领导在棉兰华人市区。他不只是一位明智的领导者，还是一个很慷慨的人物，在苏马达拉、马来西亚和中国建立了学校、医院、寺庙、教堂、清真寺和其他公共设施。张阿辉于1921年去世，在葬礼的那一天，成千上万人在大街上成行，向这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慈善家表示最后的敬意。